你干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救救太子吧！我不去，我打死都不要去求那个狐狸精啊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！我去求他，我去。你说的对，我是比你还傻的傻瓜。娘娘，太子妃在外面站了很久了。她心里还没想明白呢。要不要请太子妃进来呀？该进来的时候，她自己会进来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呦呦，可真是痴情啊！魏征一对你下跪，你就心软了，真是让人妒忌。魏征现在是你相公，我不跟你争了，请你帮帮魏先生。那你是谁呀？我是丫鬟。丫鬟？有丫鬟这么跟夫人说话的吗？你看你这副傲慢样，我就一肚子的气。丫鬟，好啊，丫鬟的规矩你懂吗？看看这副眼睛，好像要把我吃了一样。你来呀，有种你就来呀！你不是一直很想打我吗？你敢碰我一根汗毛试试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哼！你这个贱货，你给我跪下！我呸！对了吗？这样才像个丫鬟。说吧，求求你，帮帮魏先生。你求谁呢？总该有个称呼吧？求求夫人。想跟我争男人，你差得远呢。狂啊！你怎么不跟我狂了？求求夫人帮帮魏先生。爽，真爽快。魏征，进来吧。怎么啦？心疼了？
玉玺呢？哼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是写了份休书把我给休了，今天你得再写一封婚书，还我这个做夫人的身份。我写。胭脂，你看看人家魏征写婚书写得多快呀！消了，该把玉玺给我了吧？别忙啊，还得盖手印呢。玉玺呢？哼，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呀？跟我去拿吧。嗯。走吧。相公啊，别理这臭丫头了，赶紧走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的脸啊，没什么。是太子他没有。龙儿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是母后叫我来找你的。母后？母后说你今天要决定谁应该当太子。其实，轮不到我来做决定。皇上要换太子，母后心里早就立了秦王，现在是水到渠成，只待姐姐开这道闸门。闸门？闸门不开，一切为常；闸门一开，一泻千里。大唐江山的命运，就决定在姐姐的这一下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要我来开这道闸门呢？自从皇上决定要废除太子，很多臣子都纷纷上书反对。以父皇的性格，母后担心会有反复。让母后直接去跟父皇说不就行了？何必非得要我？父皇和你爹是表兄弟，大唐江山继承了大隋江山，你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。我，如果你也赞成换太子的话，那就是一锤定音，那皇上多数也不会反对了。换太子？难道你不想世民当太子吗？难道你不想世民当大唐的皇上吗？龙儿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嫁给李建成了。你心中的挚爱是建成吗？你看他是怎么待你的？其实我也没有比你好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世民他到现在还是不肯吃我煮的面。什么？因为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女人，他今生没能娶到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所以他连一点点的爱都不肯分给我。这是一种什么感情？他把对你的爱刻在骨里，刻在心里。姐，
我求求你，你成全世民吧。姐，我求求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姐，我求求你，你成全世民，让他当太子吧。洛儿，我们去见母后。姐，你是答应了，谢谢姐姐，我代世民谢谢你了。我欠世民的东西太多了，这一次该是我还给他的时候了。小谢，我让你去的是承天门，你怎么走到玄武门来了？是我让他走这个门的。红线，这路你不熟，走玄武门呢是绕个大圈子了。走玄武门没错的。这宫中的门是你熟呢，还是我熟？太子殿下，你就听红线一回吧，走玄武门真的没错的。红线，我没心情跟你闹着玩。今天我不是去喝喜酒的，今天我是要去递辞呈的。正因为太子要上表辞位，我才特地请太子走玄武门的。你说什么？一个门就可以定大唐的命运。不过走承天门的话，你这个太子就辞定了。如果走玄武门，你这个太子也许还有希望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父皇要辞我，我自己也要辞。这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。太子殿下，请下车吧。你就听红线一回，红线是不会骗你的。好吧。世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大哥今天要递辞表，是真的吗？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哼，你以为我没写吗？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太子是你的了。世民，哎，世民，世民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你别害我嘛！我害你？这话怎么讲？那当太子的苦差事本来是你干的，你现在丢给我，这不是害我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当太子是苦差事吗？你可知道宫中多少人为了争太子之位，争得头破血流啊！你也不想想，当太子责任一大堆，也没什么好处，我才不干呢。这可是史记上的教训啊！你也知道。当了太子之后才能当皇上啊，当皇上更糟。那你做得好那是应该的，做不好全国百姓都骂你。大哥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世民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大哥，我的个性你也不是不了解，放浪惯了，对一些打打杀杀，其他的我都没兴趣。你，哎，好了，大哥，你书读得多，那这种苦差事呢，你帮我扛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世民。你这么有胸襟，这么有气度，这太子重任就应该你来当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再给我戴高帽了，我不想累死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自古以来，都是兄弟相互争斗，
如今兄弟俩相互让位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大哥，我们李家可不能让人家笑话我们。哼，我这弟弟正有胸襟，做大哥的怎么能没有风度呢？不过这太子，我真的不能当。哎，大哥，现在词表都撕了，你也没办法了。没关系，我去找父皇当面请辞。大哥，你不能去。世民，你拦不住我的。哎，你要见父皇，除非赢了我再说。世民，你赢不了我，你就别见父皇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输了，你当太子；你输了，你就别辞了。你这太子是当定了？未必。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擅入御书房。我有急事，要现在立刻面圣啊！皇上说了，任何人都不见。我有天大的事情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魏大人不可以，让我进去！魏大人，乱吵什么？啊！吵得皇上不得安宁。公公是魏大人，他要硬闯。明明是你们在吵，你们在吵还怪别人啊！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征叩见皇上。魏征，好大的胆子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！是。且慢，传国玉玺在此。什么？你们都给我下去！传朕的口谕，谁敢进，斩！遵旨。魏征啊，你起来，把玉玺拿上来。臣遵旨。这真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呀！太子殿下出动人马，大江南北，辛苦追寻，终于找到这个玉玺。这是皇上鸿福齐天，也是大唐国运昌盛，更是太子的一片孝心呢。一片孝心？啊，一片孝心啊！魏征，你可知道朕已让太子辞位了？魏征知道，太子此刻正在前来面圣辞位。他连太子都做不成了，还向朕来进献玉玺？太子殿下说，虽然他不做太子，可是他永远是大唐王朝的子民。这个玉玺代表着大唐王朝是正统，所以他一定要献给皇上。建成，皇上，太子殿下特地吩咐魏征，在献玉玺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说是他找到的，得说是魏征自己找到的。为什么？他不想因为进献玉玺而给皇上一个错觉，好像要拿玉玺来换太子宝座。玉玺换宝座？太子殿下还说，全军覆没，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，所以辞去太子宝座之后，他也不打算留在京城了。什么？那他要去哪儿？他要去黑龙河畔的茅草屋里面，终生做一个守灵人，要为那些淹死的弟兄们终生守灵。建成他真的不当太子了？太子还说，秦王文武双全，才智过人，他更合适当太子，请皇上立秦王为太子。哎，建成啊，还是善良的。玉玺已现，魏征将随太子而去。怎么，先生也要走吗？魏征要赶去黑龙河畔，为太子殿下筑守灵茅屋。魏大人，您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倒是苦了胭脂啊。这件衣
服今儿给我洗出来啊！先生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先生是你叫的吗？从今天起，你给我叫老爷，听见了吗？老爷，老爷拿着玉玺进宫了吗？哼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那玉玺有用吗？废话。魏征一个堂堂铁打的汉子，今天为什么变成面捏的了？就是因为这个玉玺能救太子啊。所以太子还是太子喽？那是当然了，我呀还想魏征做大官呢，当然得先把太子扶上皇位了。那我还洗什么衣服呀？哼！魏征做大官，享福的是我这个做夫人的，你这个做丫头的，去，洗衣服去！去！老娘不干了！哼！行吗？这，你大字不识一个，你不干丫头干什么呀？回去撑船呐？不回去撑船，留下来练功喽。练什么功？练打人功啊！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支持世民当太子，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母后知道，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呢。当一个女人的内心有一份挚爱的时候，她至死都会向着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父亲。你别忘了，你的丈夫也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啊。选择世民，我心里跟你一样难受。可是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世，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未来的明君，牺牲个人在所难免。母后要我做的选择，我都已经做了。你得去见见皇上。皇上，你得把你的选择告诉皇上啊。我的意思都已经跟母后说了，还是请母后转告皇上吧。你知道吗？魏征献了玉玺，皇上又举棋不定了。他想见见你，听听你的意见。我合适吗？大唐继承了大隋，你是大隋皇帝唯一的后人啊。你这小子球技又进步了啊！这招向谁学的？那这招呢，是专门为了对付你而练的。好了，现在我赢了，你得去当太子了。可是父皇要我辞位。哎，父皇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脾气一发呢吓死人，脾气一过呢什么都好商量。哎，没事的，我去跟他讲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你先回去吧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啊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是否父皇要找我？哎，魏征找到了传国玉玺，以您殿下的名义献给皇上了。什么？那父皇怎么说？皇上本来已经动摇了，可没想到太子您辞了位，更没想到皇后娘娘呢。母后她怎么样？哎呀，她拉了太子妃到皇上那儿去求情，要为若曦，我昨天晚上刚打过他。太子妃本来不想介入这事儿，可是要命的是，皇后娘娘又把秦王妃给拉出来了。什么？龙儿也来了？秦王妃又哭又跪，太子妃心软，就答应到皇上那儿为他求情，立他为太子。这个贱人，到底他心里只有李世民。太子妃为人善良，我看这一切都是秦王搞的鬼。世民的诡计？可世民刚才还在这儿呢。秦王出马，在这儿他跟您续手足，在那边拉着3个女人说服皇上。殿下您还沉浸在手足情的时候，他
他已经把您的太子位置给夺走了。李世民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跟我来这一套。父皇，世民拜见嫂嫂。嫂嫂，秦王何必如此见外？父皇呢？父皇被母后叫走了，说有事情要商量，令我在此等候。你来找父皇，也在这等他吧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秦王爷，嫂嫂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是鬼吗？你为什么见到我就要躲？我不是要躲，只是我有很多事要办，我急着找父皇。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谈。嫂嫂，有什么事要谈？谈吃。吃？吃面。吃面？秦王妃煮的面。你为什么要这样伤龙儿的心？没有啊，只是他煮的面我吃不惯，而且我本身不爱吃面。你别忘了，你跟龙儿已经拜过天地，今生今世只有她才是你的妻子。这事我怎么会忘呢？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你知道吗？龙儿这几天为了你，一直都在宫里奔波。她真的是个好妻子。为了我什么？为了你立太子的事。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进宫，太不像话了。皇上废太子立秦王，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，龙儿他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我的事不用他多管闲事，我也不想当太子。不，只有你才有资格当太子。太子是我大哥的，嫂嫂你该帮我大哥才对。你终于教训起嫂嫂来了。是明是理，请嫂嫂恕罪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御书房来吗？嫂嫂是为了太子的事吧？父皇想废太子，特来找我商量。那么请嫂嫂替大哥美言几句，父皇都听你的。为他美言？你看，你的脸打的。是谁打的？我是堂堂太子妃，还有谁敢打我？我大哥。你没有想到吧？我居然被自己的夫君打成这样。你说，这种人，你还要我为他美言？这种人，他配当太子吗？嫂嫂，你就原谅我大哥一次吧。他要被废，心情不好，一时冲动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人家打我，你还替他说话。如果换作是别人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早就把他给剁了。现在是你大哥，兄弟情深，你居然劝我息事宁人。在你眼中，我只是一根红毛，你大哥却重如泰山。因为你已经是太子妃了。我今天就让他当不成这个太子。嫂子，我就是要让你当太子。李建成他不配当太子。不，嫂子你不能这么做。我就是要这么做，你等着看吧。看一会儿皇上来了，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早就不想当什么太子妃了。嫂子，换太子国之大计，隋朝、秦朝都有血淋淋的例子，你应该记得。我不想管这些，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我已经做出太多太多的牺牲，我不再想管什么国不国的，我只想管自己心里的男人。你的男人是我大哥李建成。
我的男人是谁，用不着你来提醒。我很了解自己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你的男人是大唐嫡长子，他一出生注定就是太子。谁说的？这是千年祖制，谁也推翻不了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推翻这条祖制。这不可能。你别忘了，还有一条祖制比这条更加古老，那就是有德者居天下。有德者居天下。要把天下让给舜，舜把天下让给禹，他们都不是嫡长子，甚至不是亲人，可是一样继承了天下。这只是上古的神话而已。上古的神话却是千年不变的道理。如果李建成继了位，他第一个杀的人就是你。这是龙儿跟你说的，是不是？他在挑拨离间，他是想分化我们兄弟俩的感情。不，我太了解李建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龙儿他这一次说的是真话。我不是。为了你的平安，我不可以让李建成当太子。为了我，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甚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。那好，为了我，你就让我大哥当太子。你答应过我的，就不能反悔。等你人头落地的那一天，你想反悔都来不及了。我就是想证明给你们看，我辅佐我大哥当太子，会比以前更亲更好。手足之情，真是蒙蔽了你的双眼。父皇快回来了，嫂嫂你就成全我吧。你的愿望就只有这一件吗？没有别的吗？就只有这一件，没有别的了。连我也没有了吗？在市民心中，当然有嫂子。嫂子？只有嫂子吗？请嫂子成全市民。好，我成全你，但是我要你再叫我一声若曦。什么？我要听你再叫我一声若曦。叫我一声若曦就那么难吗？若曦，你的声音叫得太小，我要你大声一些。若曦，用你的肺腑之声好好喊我一声若曦。若曦。大哥，父皇母后驾到。好了，起来吧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不必拘礼。皇上，太子之位，请您定夺。建成兵败有罪，谢玉玺有功。建成啊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父皇，孩儿无能，不能胜任太子之位，请父皇罢黜孩儿的太子之位，让孩儿闭门思过。若曦啊，朕想听听你的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父皇，太子妃乃一介女流，按照规定，朝中大事她无权过问。我也是一介女流，我可不可以过问呢？母后当然是不一样的了。若曦是隋朝的公主，见多识广，才学过人。她对隋朝的宫廷熟悉，前朝之事正好是本朝之见呢。
若曦啊，你说吧，如果你是朕，你该怎么办？父皇，请让大哥做太子。我没问你，你们俩都给我出去。都出去吧。别忘了你的承诺。承诺？你跟洛曦许下什么承诺？大哥，不能告诉你。你，大哥，若曦，你现在可以大胆的说了。若曦啊，如果你做皇上，你会选谁做太子啊？李建成，胭脂，胭脂，胭脂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谁让你这样的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相公，有女强盗啊！胭脂啊！哎呦，胭脂在哪儿？他跑了。太子殿下，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裴公公，我从皇上那儿来，皇上让我带话给您呢。父皇他说什么？皇上说了，太子之位任重道远，李建成丧失有罪，可献喜有功啊，准欲留任太子。恭喜太子殿下。那父皇怎么会改变主意的呢？皇上说了，江山要安定，还得立嫡长子，这是千古不变之理呀。建成一定不负父皇重托。殿下，这就是传国玉玺起的作用啊。是啊，多亏有个魏征啊。殿下，奴才告辞了。我们走吧。太子殿下，是不是应该过去跟秦王说些什么呢？他，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世民，这玄武门在看着我们。隋朝的太子杨勇跟次子杨广，就是因为自相残杀，所以导致隋朝灭亡了。玄武门见证了历史。世民，我们就在这玄武门下立个誓。大哥，我们永远是好兄弟。好，我们来立誓。我们兄弟俩永远不互相争斗，
永远相亲相爱。爹，我也在这儿立誓，我一定会推翻李家王朝。你们就不要再发牢骚了。到时候的太子没了，煮熟的鸭子让他给飞了。娘娘，出去吃吧，他们烤的好香啊。亲王当不上太子，我哪有心思吃啊？唉，命啊，这都是命啊。人家魏征向传国玉玺，皇上龙心大悦，马上就把太子的位子还给他了。他奶奶的，这太子明明是秦王的，也让他们给抢去了。就是呀。宫里传出的消息，关键时刻是太子妃帮了太子一把，跟皇上求了情的。这若曦公主也是让太子抢走的，要不然早就成了咱们秦王妃了嘛。就是啊。娘娘，那个程大夫子满口胡言，我去说他。三春，不得无礼。娘娘，他说话多难听啊，好像您不配当王妃似的。把门和窗户都关上。嗯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秦王当上太子。什么办法？说呀，说。就是太子死了，秦王就会自动登基，当上太子。三春，哦。这肉烤得不错，只可惜少了红线那种香料，差了一点。刘先生，你刚才说的是正经的吗？刘先生，不管怎么说，太子已经保住了宝座，秦王府对他已经不构成威胁了，梁府不会再起风波了吧？你们都错了，现在的太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恨秦王。秦王都不跟他争了，他还恨什么呀？正是因为不跟他争，所以他才会恼羞成怒。是啊。现在满朝大臣谁不知道秦王是多么宽厚仁爱，连皇上让他当太子，他都推让了。刘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太子会因此更恨秦王？不错，太子的为人我不说，大家也都清楚。若曦公主明明是秦王，可太子说夺走就夺走，他是一点兄弟之情都不念。他奶奶的，我就不信他敢动秦王一根毫毛。就是，人家太子有东宫军队。可是秦王府不准有军队，如果太子要先动手，秦王府就抵挡不住了。刘先生，太子府敢杀过来吗？他没那个胆子。太子是没有，可是魏征有。人家魏征是秦王的老师，怎会下此毒手呢？魏征是个死脑筋，他为了太子连胭脂都不要，更何况区区一个学生，他怎么会放在心上？刘先生，难道要我们偷袭太子府吗？不，这是最笨的方法。太子府已经招兵买马2000人，你们去了，不是白白送死吗？我就不怕死，先下手为强。程将军说得好，就是要先下手为强。不过，我们不是跟那2000精兵去斗，而是要杀了太子，太子府就会土崩瓦解。可是太子哪那么容易杀呀？我去杀。为了秦王，我死了也甘心。不，最高明的杀人不是自己动手。我不动手，难道是他们2个去啊？一个女人，女人能杀得了太子？这个女人一定能。谁？佛云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刘先生说的那个女人是谁呀？还有谁？一定是红线。红线？窦建德的女儿。王爷不是审问过她吗？说没有证据啊。是没有证据啊。刘文静和魏征都这么说，那肯定是真的。看来这女人是条毒蛇啊。所以刘文静就用了打草惊蛇计。现在红线不敢留在秦王府了，又溜回太子府了。幸亏她走了。这毒蛇缠着太子啊，太子迟早会把它缠死。
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有好觉睡了。哎，红线，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在干这些粗活呀？红线是天生的劳碌命。太子府上有这么多下人，让他们干就好了，哪轮得到你啊？我已经习惯了。哼，就冲着你这点啊，我就不相信。他们说你是窦建德的女儿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窦建德贵为夏王，他的女儿就是金枝玉叶，就是公主啊，和若曦一样，哪会干这些粗活啊？魏征要是有太子一半的智慧就好了。魏征和刘文静都是那些穷酸文人，他们满肚子的坏水，别理他们啊。他们还审过我一次呢，当时啊，幸好有秦王在场，给我作证，还了我清白。别人不了解你，秦王能不了解你吗？你帮助秦王大破杨文干，窦建德女儿能这么做吗？女人总是会被人投来歧视的眼光。我很幸运的跟太子殿下还有秦王以奇特的缘分相遇，别人会误会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红线，你真是一个特别的女人。有什么特别的？你会打仗，又能治病，还会干这些粗活，更懂得我的心。若曦能有你一半就好了。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红线，能有太子这样的知己，红线此生足矣了。红线，夜深了，红线告辞。哎，红线，你能留下来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很烦。刘辉他的叛军，如今已经攻占了济民、营冠、黎渭6州。今天皇上要我去剿平杨文干。如果我能打赢这仗的话，我就能洗刷全军被大水淹没的罪孽了。红线，你能帮助秦王打败杨文干，也应该能够帮我想出一条妙计吧？那我试试吧。这是前方的敌情，你看看。看这挂的是什么呀？怎么那么丑啊？重新挂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哎呀，这声啊，你得挂得平衡一点，两边要对称，听见没有？好呢。错啦。弹，过来。真是，跟你讲多少遍了，怎么每次都错？不是挂中间，是挂两边，听见没有？来，把它挂起来。哎呀，老魏，海棠一来，你们家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啊！就这么几天，我们家里头啊，就加了10个家将、3个厨子、12个丫鬟，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。你看看这，哎，海棠，哎，刘兄弟来啦，相公。海棠，你这又挂布又挂声，这是干嘛？哎呀，又有布又有声，步步高升啊！哎呦，看人家想的多周到啊！俗不可耐。哎，相公，这可不是我的意思，这是高人指点过的。什么高人？这是袁天罡亲口教我的。袁天罡？啊，那是我朝第一高人呐，神机妙算，深不可测。就是啊，人家说了，魏征将来一定位极人臣，名垂青史。哦。老刘啊，赶紧进去吧，别给月亮给晒着了，头晕呐。月亮也能晒人啊？头晕。哎，相公。这连挂3个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就是连升3级吗？
哦，好兆头，你本是太子洗马，以后你就是洗牛、洗虎、洗大象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瞧。哎，海棠啊，这大象为什么要放在座位上？坐相，可不就是做宰相了吗？哦，哎呀，恭喜恭喜，魏宰相！你从哪儿学来的？都是袁天罡教的吧？这太极图可是出自名家之手啊，是阎立本送的。阎立本？大唐第一高手啊！皇上让他画凌波阁的功臣图，你让他画这个？我只说是帮你魏征画，人家二话不说就提笔了。那这坐像呢？这个呀，是李淳风送的。李淳风？精通天文的大师啊！海棠啊，你可真是厉害，请的全是我们大唐一流的高手啊！现在不是我当家吗？我还不得把你往上捧啊，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行呢。海棠真是个好夫人。老魏，恭喜你啊，终于找对人了，可喜可贺呀！啊！哎，这儿倒挺素的。他是没空来布置这里，明日你再来看看，这里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。老魏，我看这个海棠真的要打算跟你过一辈子了啊！哎，老刘啊，你有什么高招吗？能把那个海棠给我撵走啊？你开玩笑吧？你是我的师兄，本领比我高，怎么反而求起我来了？老刘啊，我的本事是对付男人的，对付女人不灵，尤其是对付这个海棠，我更是一败涂地嘛。老魏啊，海棠是什么人？在和春楼那种地方滚打1年，比你我念10年书还要管用啊！你算算，海棠待了多少年？我不能让那个女人待在我家里啊！我得把胭脂接回来，我不能没有她。你放心，胭脂在秦王府，龙儿会照顾她。等她过2天消了气，自然会回来的。哎呀，她是不会回来的，因为海棠，除了她还能有谁啊？一山容不下2虎嘛。老魏啊，想不到一个海棠把你们闹得鸡犬不宁啊！都是那个红线的阴谋诡计，把海棠弄到我们家来的。老魏啊，这个女人真的非常可怕。你我当着秦王一起审她，竟然被她给混过去了，想一想丢人呢。哼，她回到太子府了，把太子哄得一愣一愣的。老魏啊，这个女人才是你我的心腹大患。她人在太子府，那是你的地头，你得想方设法赶快把她给灭掉。可是我现在管不了那么许多了，一个海棠把我搞得晕头转向，一个胭脂把我弄得心乱如麻，我没有那么多辙啊。老魏，红线就是看准了你会这样，所以他才会到太子府去。老刘，你有办法，你给我出主意啊！灭红线。哎呀，劝胭脂。老魏，我来这不是谈胭脂的，我是来谈红线的。可是我心里面只有胭脂啊！胭脂平日对我的好，你是不能够了解的。现在她不在我身边了，我整个人就像缺了那根主心骨似的。老魏啊，想不到这大唐王朝眼看就要被这几个女人闹得满天风雨啊！想不到魏先生也是个负心的人。唉，反正我就觉得男人没个好东西。这世上，我觉得除了我表哥，其他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秦王，胭脂，你知道吗？我嫁给秦王这么久，他都不肯吃我煮的面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若曦公主煮的，他肯定会吃个精光。因为若曦公主啊。胭脂，我跟你一样，让男人伤透了心。表哥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
他是有情有义，可他只对若曦有情有义。你别这么想啊，你才是真正的王妃嘛。在秦王的眼里，我这秦王妃就像庙里的泥菩萨一样，摆在那儿上个香。你知道吗？我每天做同样的东西，烧水、煮面。我也不知道秦王愿不愿意吃我煮的这些面。我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接受我吃一口我煮的面。把面给我。干什么？我一定会让表哥啊亲口吃到你煮的面。表哥。啊，胭脂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累了，煮点面条给你吃啊。你们女人怎么都爱煮面啊？别的不会，我就只会煮面啊。歇会儿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在看什么啊？那有个叫刘黑他的人在造反。秋后的蚂蚱，他能蹦多久啊？这刘黑他呢，以前我跟他交过几次手，他其实也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猛将而已。我就说嘛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但这回呢，就不太一样了。他连打下10几个城池，连淮阳王都全军覆没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他有3头6臂啊！他对我军动向都是一清二楚的，每次我们有埋伏、奇袭或进攻，他都可以正中我们的要害。你说奇不奇怪？哼，那还用说？就像我们划船的，这船要是沉了，不是触礁呢，就是这船身本身漏水。船身自己漏水？是啊，这船身要是有缝，当然会漏水喽。对，我们这条船有缝。所以喽，这缝在哪里呢？缝在哪里呢？难道是他？我找到了，你看，就是这。雁城。对，雁城。这可是刘黑塔的中心地带啊！正因为是这样，刘黑塔做梦都想不到有人会去打雁城。那里守卫薄弱，我们只需要1支骑兵就能把它拿下来。红姐，你这想法真是太大胆了。一个不好的话，骑兵就是有去无回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成功的话，太子就将一战成名了。一战成名？好，我听你的，我这就带兵奇袭雁城去。哎，殿下贵为太子，不易冒险的。虽然我是太子，但我未曾立功，很多人看不起我，所以我一定要立份奇功，要给市民瞧瞧。太子就算要跟秦王一争高下，也不能光靠自己啊。我不靠自己，还能靠谁啊？齐王。元吉？你可知道元吉个性冲动啊？齐王跟太子一样，都被秦王的丰功伟绩压着。如果太子帮齐王立了这一大功的话，齐王就一定会倒向太子这一边。红姐，真没想到，你想问题比我深远多了。殿下也只是当局者迷而已。红姐，你为什么不去帮秦王，非要来帮我呢？常言道，女人心，海底针。殿下又何必问得这么清楚呢？好，我这就去找元吉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是公主啊？怎么吓着你了？只是没想到公主这么晚还没休息。窦建德的女儿真是厉害啊！窦建德的女儿再厉害，也没有杨广的女儿厉害。你终于承认了。我对谁都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只是
对公主没有。我念你救过我，这次我放你一马，你给我马上离开太子府。公主，你可知道红线为什么留在这儿？你分明是来颠覆大唐的。没错，因为大唐杀了我爹，我要替爹报仇。好啊，不打自招了。我倒想问问公主，你就不想替大隋报仇吗？报仇？我爹是被宇文化及杀死的，不是李渊。可是现在李渊做皇上，李渊是你爹的表兄弟，也是大隋的臣子。可他杀了我爹，杀了王世充之后，自己做了皇上，那他就是背叛了大隋。你这个大隋的公主，怎么不去为大隋报仇了呢？你不但不想到报仇，而且还卖身投靠了李家。你对得起大隋的2位皇上，对得起杨家的祖先吗？我生是窦家的人，死是窦家的鬼。我就是来报仇的。你想告密的话，你就去告吧。我窦红线绝不拦你。表哥啊，你面吃完了，再帮你盛一碗吧。不用了，先别吵我。表哥啊，今天晚上的面到底好不好吃啊？其实这个面呢，是龙儿姐姐煮的。龙儿？胭脂，你快叫龙儿过来，快！哦，哎，吃了，吃光了，全吃光了。真的，全吃完了？是啊，一个面条都没剩呢。太好了。而且表哥还要叫你去找他。他见我？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还没打扮呢。哎呀，你呀别打扮，够美了，快去啊！哎，算一算呢，我胭脂也算做了好事。龙儿可好了，还有我可以帮他。可我呢，这个臭味症，我等到现在了都不来找我。我要怎么回去啊？世民，你找我啊？我是要跟你打听一下红线的事。红线？我中毒的时候它是怎么来的？原来你找我来就是问这件事啊？对啊，为了想他的事情，我想的整夜都睡不着。你想他的事想得睡不着？他的事我不记得了。王爷，哥。王爷，太子妃来访。太子妃？深更半夜她来做什么？太子妃说有要事要来见王爷。她有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？她不敢说，她要面见王爷。这，王爷，太子妃3更半夜来访，如果让太子知道这件事，恐怕不太好吧？除非是要紧的事，否则他不会来找我的。太子妃一介女流，她能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即使有要紧事，也应该等到天亮啊！3更半夜私自相会，恐怕被人议论吧。王爷，要不我去回绝太子妃？王爷，您可要顾及太子的面子呀！大哥，王爷，太子妃半夜出府，已经有违妇道。如果王爷不见的话，他还能保全太子妃的名节呀。太子妃是最顾名节的人，她会半夜来找我，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。王爷，您可不能一错再错呀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爷，上次您和太子妃在御书房私自相会，已经铸成大错了呀。什么？我跟太子妃是？王爷，这件事情已经从宫中传出来了。
满朝文武都在议论这件事，这话说得很难听啊！我是要他跟皇上说情，让大哥留任太子，难道真有错吗？王爷，现在没有人相信您的任何解释。太子府他们这帮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做文章，闹得是沸沸扬扬。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王爷您呐！他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王爷，您可要三思呀！世民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那时生病的时候，他是乘着太子府的马车赶到这儿来的。哎，王爷，世民，世民，哥，你看，龙儿，认命吧，啊！我不认。龙儿。太子妃有何吩咐？世民见过嫂嫂。秦王爷，你不请我进去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。讲故事？深更半夜，这不是个讲故事的时候，这也不是讲故事的地方吗？可是我是个讲故事的人，而你呢，就是最适合听这个故事的。那你说吧，是什么故事？红线的故事。世民，龙儿，龙儿。龙儿，你要说红线的故事，你认识红线吗？他救过我的命，也是他把我送到太原找你。还记不记得你要出家的事情？难道是他？她是窦建德的女儿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一个奇女子。他一直在帮我。他帮助你，那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，等待机会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刘黑他的军队一直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呢？原来他可以自由进出我的书房，还有太子的书房，不晓得他盗走了多少绝密的军机。但太子负责追剿刘黑他。他们商量了一夜，红线想了一计，他鼓动太子安排齐王去偷袭郾城。让元吉去偷袭郾城？打仗的事情我不懂，可是这个女人出的主意，我不放心。谢谢你，若曦。他终于肯叫我若曦了。鱼，参见王爷。齐王呢？齐王率兵出城了。王爷，参见王爷。看到齐王没有？齐王出城了，快开城门吧。这怎么了？快开城门呐！太子有令，城门不能开。你先开城门，我自己跟太子解释。请王爷还是亲自跟太子说吧。好，太子在哪儿？太子在城楼上。大哥，世民啊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快下令开城门吧，我把元吉追回来。元吉身负绝密军令，我已经下了军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出城。大哥，元吉偷袭郾城是不是红线的主意？哼，这是我自己的主意。这可是红线的阴谋。红线的阴谋？红线什么时候变坏人了？大哥，她是窦建德的女儿。你不是审过红线吗？你不是还她清白了吗？怎么，元吉要立大功之时，你却说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？这件事我也是刚刚才确定的。哦，你是听谁说的？是太子妃告诉我的。哦，是太子妃告诉你的。嫂嫂为人谨慎，她的话不会有错的。
若曦为什么先来告诉你，但不肯告诉我呢？这事挺奇怪的。因为一时紧急，他找不到大哥，所以才来找我的吗？哼，世民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若曦在嫉妒红线。什么？我跟红线通宵商谈军情，若曦她嫉妒了，于是她编出了这套谎言。哼，世民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吗？嫂嫂她不是这种人。哦，你了解她，比我这个当丈夫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妻子。大哥，哼，怎么，世民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嘛。红线他帮你解毒，也帮你大破杨文干，啊，你不报答他，也不要随便的重伤他。大哥你，我没空跟你扯，你快开城门，我把延吉追回来。世民啊，不如大哥跟你赌一把吧。赌？你拿元吉的性命来赌吗？只要打完这一仗，你就能知道红线是什么样的人了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不敢赌胜，可我敢赌。我李世民不会拿自己的兄弟人头来当赌注的。世民，我下令封锁4城了，胆敢出城要被斩的。昭子，我们可以撤了吧？可以撤。小王子有令，撤。这是令牌，请小王子收好。不是我们的令牌，这是李世民的令牌。李世民要他的令牌干什么？请交给大王，他日后必定有妙用。霍将军，我们走。你不能走。大王要借你的师对付李世民。霍前行，你跑不了了，给我追！哼，这不是刘黑闼的义子吗？马上飞鸽传书给皇上，我军大获全胜。元吉。父皇，儿臣奇袭郾城，刘黑闼兵败如山倒，燕、运、陈、启一落曹代，敌兵全部望风而逃，不战而胜。好，好，好，打得痛快！真是一招妙棋，全盘皆赢啊！父皇，元吉真是浑身是胆呐！敌兵真的全逃了。这个刘黑闼自起兵之日是战无不胜啊，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元吉啊，你是立了奇功，朕一定要好好重赏你。父皇，其实儿臣只是冲锋陷阵，奇袭郾城的妙计是大哥想出来的，父皇应该重赏大哥才是。啊，建成啊，想不到你居然用兵如神呢！啊，这都是父皇多年教导，也是天助我大唐也。恭喜大哥，当初你定此计的时候，我还颇为担心，还一直阻止元吉。二哥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你会有危险。哼，你是担心刘黑闼的义子有危险吧？你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什么刘勇。元吉啊，你怎么这样跟你二哥说话呀？父皇，我在刘勇身上搜到这支令牌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会？元吉，这秦王的令牌怎么会出现在刘黑闼义子的手上？这就要问二哥了。
这令牌一定是被人偷了。秦王府的令牌和太子府的令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应该有重兵把守，他怎么可能丢呢？秦王府也是如此，这令牌不可能丢的。不可能丢，可偏偏就是丢了。是不是真丢了？那还很难说啊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个令牌是刘勇贴身藏着的，证明他非常的看重它，可不是拿来玩的。你，父皇明鉴。是啊，也许失明的令牌是被人偷了呢。父皇说的是，失明怎么可能和刘黑塔勾结一气呢？大哥，听说我出兵奇袭郾城的时候，二哥是心急如焚，死活要追我回来。有这种事？啊，这是因为市民担心元吉呀。哼，我看他是跟刘墉早有勾结，怕我奇袭成功，怕他的阴谋败露。你放什么狗屁！如果不是我奇袭成功，那你跟刘黑塔勾结的罪行就没人知道了。今天看我不揍扁了你！别闹了，放肆！行了。父皇息怒，这一定是误会，市民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。父皇，为什么刘黑塔以少敌众还能节节胜利？就是因为他对我们唐军的动向摸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不是我们朝中有人通风报信，他怎么可能打下半壁江山呢？市民怎么可能通风报信呢？这不是胡扯吗？就是因为父皇又让大哥当上了太子了。什么？二哥眼看当不上太子，所以暗中勾结刘黑塔，索性推翻父皇和大哥，自己当皇帝。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，这个令牌就是铁证。行了行了，市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呢？那就让他解释令牌的事啊。好了，市民啊，这个案子你要查清楚。父皇，朕给你7天时间，你要查出令牌失踪之谜。如果是被人偷了，你要把偷令牌的人交出来。怎么不敢查了？我李世民绝对查个水落石出。好，到时候如果查不出来，那你这个秦王就别干了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啊，查不出来和当不当秦王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我查不出来真相，我就不当秦王。好，话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可别反悔。元吉，一句玩笑话，不要当真。我李世民一言九鼎。如果我查不出这令牌丢失之事，我甘愿做布衣百姓。不用查了，这事准是红线干的。红线？但我藏有令牌的密室设了8道机关，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拿到这个令牌。正是因为这样，王爷您才没有派人日夜看管，这才给了红线可乘之机。但那个红线，它为什么如此神通广大呢？王爷您别忘了，他一会儿能解您的毒，一会儿能火烧杨文干，这红线的本事可是不小啊。盗个令箭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呀。但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令牌是他盗走的。王爷，我要是有证据，我早就下手抓人了，绝不会等到今天了。7天呀，只有7天了。红线现在躲在太子府里，我们根本没法找到他的罪证。7天，王爷，您中了太子和齐王的激将法了。是啊，明知是激将法，但我也不能退缩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。刘文静啊，你当初放走红线，现在尝到后果了。我本以为他会对付太子，没有想到他会回过头来对付秦王。我说刘文静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应付这边的局面。王爷，现在形势十分严峻，眼下只有上中下3计可行。上中下3计？哎，刘文静，你先说说你的上计。这上计恐怕王爷做不到。你都还没说，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呢？
如果王爷恕我无罪，我就说。好，你说吧，我绝不追究。这上计就是在玄武门设伏，把太子杀了。胡说什么呀你！先发制人，一了百了。你简直疯了，刘文静！哎，亲王，别急别急，刘文静，再说说你的中计。中计简单，就是找个人出来顶罪。什么？顶罪？不错，找个人出来承认是他勾结了刘黑闼，盗走了令牌，然后王爷再将他斩了，这案子就算告破。你这算什么计策？如此一来，这案子破了，太子和齐王找不着您一点把柄，这场令箭风波就会平息的。我李世民光明磊落，堂堂正正，绝不干这些下贱的勾当。亲王别急别急，刘文静，你再说说你的下策。这下策就是在7天之内想方设法揭穿红线的真面目，证明这令箭就是他盗的。哎呀，刘文静，这才是你的上之策，直接抓住罪魁祸首，你怎么能也没下策呢？长孙大人，您不要忘了，红线人在太子府，太子对他宠爱有加，想要查他已经是难上加难，更何况只有7天的时间。7天？是啊，这只有神仙才能办得到。难怪你把他引为下策，难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7天一到，我遵守诺言，自动请辞，而大唐就再也没有秦王了。王爷，您这一走，这秦王府可就土崩瓦解了。秦王不在，但大唐还在吗？你们是大唐的臣子，以后就好好为大唐效力吧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秦王和太子就等着您走这步呢。也许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了。呀！嘿！呀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嘿！呀！嘿！这个红线也太没大没小了。哎，无忌，你是什么？呀，可不是嘛！你看他逞什么能啊？又不是正式比赛，让太子殿下输得那么难看。太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来，接着来。来。可你没看到，太子他输得很开心。哎，我好久都没见太子这么开心了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太子殿下真可怜呢。他当太子之前，一直都很开心，很有活力。可大唐建立以后，天下太平了，但他反而没有笑容了。对于太子殿下来说，天下太平还不如不太平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只有跟红线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才有笑容。接着。快起来！你看红线呀，感觉好像太子是他的人似的。再来啊！来，接着啊！啊！糟糕了，太用力了。没事，
我让下人去捡就是了啊。我去就好了。哎，红线，红线。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到的？我一直都在看你们踢球。哦，我们踢球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知道红线是什么人吗？她是窦建德的女儿。哼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？是啊，李世民他告诉我的。殿下，是我告诉李世民的。李世民过来跟我说，红线布置了阴谋，想要陷害李元吉。可是结果呢？红线的阴谋帮助李元吉大破刘黑塔。难道这样的人也是窦建德的人吗？可是红线真的亲口跟我承认过。亲口跟你说的？哼，你知道窦建德和刘黑塔是什么关系吗？他们是结拜兄弟。如果红线真的是窦建德的女儿的话，他一定会去帮刘黑塔。你们打仗的事情我不懂，可是红线真的跟我承认过，她真的是窦建德的女儿。哦，她跟你亲口承认了？有谁听到了？秦王魏征和刘文静都亲自审过她，最终都还她清白。你就想以这招陷人以罪吗？什么叫这招？什么叫陷人以罪？你是说我在陷害红线？是与不是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红线她救过我，我有什么理由陷害她？你说。哼，因为红线和我要好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因为你嫉妒红线，所以千方百计的想要诬陷她。李建成，你住口！我说到你心中的要害了是吗？太子妃。李建成，你别忘了我是什么人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就是这样来污蔑你的妻子的吗？那我倒要反问你一句，我又是你的什么人？我在你心中，你有没有把我这个丈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？哼，我猜在这个位置上，并不是我，而是李世民吧。所以，你就这样来伤害我？哼，你不仁我不义，这叫以牙还牙。既然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又何必要娶我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娶你的原因，我不能让李世民得到你。什么？最好的东西我都不能让他得到，包括你。